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雪莉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想寻找投资机会，有着一夜暴富的梦想。之前雪莉我有幸浅接触过投资，相信投资能够实现财富自由，一夜暴富。点钱都不知道怎么嘚瑟了你。你有没有想过一觉醒来成为了百万富翁？我是亿万富翁，摊牌了。你想一夜暴富吗？你想资产过亿吗 ？Nice， 听起来是不是就像做梦一样？但我认识的一位留学生叫做小 S， 就为了追求这个梦，把自己的生活费全部砸进币圈，而且更离谱的是，他还真的遇到了币圈大佬的亲自指导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小 S 跟着币圈大佬究竟是一夜暴富了呢，还是一夜亏空了呢？小 S 是一个刚刚到国外求学，和许多人一样对投资充满着好奇与憧憬。社交媒体上呢，关于比特币的新闻铺天盖地，无数小白投资比特币一夜暴富，瞬间实现财富自由。小 S 心动了，心里痒痒的，想着自己可以通过比特币实现一夜暴富吗？摆脱留学的经济压力。但看到那些新闻，还忍不住想，比特币听起来好像不需要太多的知识，只要跟对人，钱就会自己滚进来。小 S 想，我是不是也可以试一试呢？就在这时，一位币圈大佬从天而降。这个大佬有着无数的金融成功故事，头像是西装革履的精英形象，还晒出自己在豪车里轻松操作的视频。大佬表示呀，我自己以前也是个小白，一开始也不懂投资，后来靠内幕消息，把握机会，就突然间赚了很多。现在钱对我来说是数字而已，对钱没有兴趣。我看到小妹妹，你就像看到当年的自己，我愿意无偿教你，手把手带你赚钱。小 S 心中有几分疑惑，但大佬的热情和那些华丽的截图让他逐渐打消了顾虑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大佬不断关心小 S 的生活，甚至细心到每天提醒小 S：“ 小妹妹，你吃饭了吗？”还聊聊他的留学经历。这份亲切感呀，让小 S 终于开始觉得大佬是真心想帮他的。终于，大佬发来了一个投资机会。小妹妹，我刚刚得到了最新消息，这是一款独家、不公开的交易平台，只有少数人知道。你现在投1万美金，保证半年内回报翻10倍。他还附上了许多操作截图，看起来更加的真实且诱人。小 S 在一番纠结后，决定孤注一掷，汇出了自己的留学全部费用，不留下任何的生活费。但是这可是自己全部的学费和生活费。小 S 愈发不安，他决定自己去调查这个平台。他打开搜索引擎一查，赫然跳出的第一个词就是骗局。小 S 的心瞬间沉了下去。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，这个平台是伪造的，之前所谓的盈利截图也是假的。小 S 感到彻底崩溃，脑海中回荡着猪盘这个念头。他决定不甘心，想给那位大佬打个电话，试图寻找答案。 Hello, how are you? I'm worried about my money. 电话接通后，出乎意料的是，对方不是用流利的英语回答，而是带着非常熟悉的乡音。都是中国人，说什么英格历史？我的英格历史很好，只是不想 speak. How can I help you? 此时，小 S 终于明白了，这个币圈大佬呀，这是个假冒的骗子。从一开始，他就精心设计了这一切，目的就是骗走小 S 的全部积蓄。虽然已经察觉到不对劲，但小 S 不敢冒下结论。他试探性的问了一句 ：“Hello， 我这个学期学费还没交，很着急，我可以不玩了吗？我要提现。”结果，大佬的情绪立刻失控，开始对小 S 进行人身攻击，怒骂着说：“你这个白眼狼，我好心手把手教你赚钱，你说不玩就不玩了吗？真的是好心买好报。”小 S 的心瞬间凄凉，他终于意识到，这位好心的大佬其实只是一个披着伪善外衣的骗子。他被彻头彻尾的骗了，所有的留学积蓄差点打了水漂，而骗子的面目终于暴露。骗子！在这一刻，小 S 的全部幻想破灭。但是他看到了金融世界中不仅有一夜暴富，更多的是隐藏的陷阱与黑暗。盲目相信高回报的承诺，只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困境。金融投资不是儿戏，稍有不慎，梦中的财富就会化为泡影。小 S 的故事呢，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虚假投资项目的骗局，是指诈骗者通过伪装成合法的投资机会，诱骗投资者投入资金，承诺高回报，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项目。这类骗局通常利用投资者对财富的渴望，我就是暴富，而且是一夜暴富，和缺乏金融知识的心理，采取各种手段来获取他们的资金。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会不会投资呢？或者你们有没有类似的投资翻车经历呢？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也希望今天的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理性的面对投资和金钱的诱惑。其实现实中像这样的骗局并不少见，雪莉我呀又搜索到另外一种比较高明的骗局。
在一个普通的下午，小 S 收到了一个推荐人，发信人是大熊。小 S 以为是他的朋友，于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。没想到这次同意让小 S 步入了一个深渊。骗子迅速展开攻势，开始夸夸其谈，告诉小 S 他们要推出新的区块链项目。正好小 S 对低价买入有兴趣，于是忍不住心动。骗子接着问小 S 是否认识某位名人，假装对交易感到担心。没想到这竟达成了他们的突破口。骗子呀，立刻拉了一个群，群里的头像与某位大佬的头像一致，这让小 S 放下了警惕，心里想着有名人背书应该没问题。骗子以担心资金冻结为由，要求小 S 和买房各打10万美金给名人作为担保。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，心想着这是朋友推荐，没有问题。然而呀，当小 S 从交易所提取了10万美金并转账后，骗子他们立刻解散了这个群。小 S 这才意识到被骗，那个名人根本就是个假人，连他们的微信都没有实名。小 S 开始联系交易所的朋友们报警，可是最终所有人都告诉小 S， 追回资金的希望几乎为零。这是个非常典型的社交工程骗局。诈骗者呢，通过操控人际关系和心理技巧，以获取敏感信息或资金的手段。这类骗局通常通过伪装成可信的身份，与受害者建立信任，从而诱导他们透露个人的信息或进行财务交易。社交工程的手法包括假冒公司、亲友或专业人士，利用情感、信任或压迫感来达到目的。这种手段在金融诈骗、网络钓鱼等场景中广泛使用。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会不会投资呢？或者你们有没有类似的投资翻车经历呢？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也希望今天的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理性的面对投资和金钱的诱惑。你还想听什么呢？关注 Shirley Talk， 下期告诉我吧。